陈总，好久不见。林雾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还记得5年前那场婚礼吗？还有我那在大火中去世的未婚夫。5年前的那场婚礼时，我本应该以人家长孙女的身份，嫁给我青梅竹马的未婚夫顾玉成，可一场大火突如其来。大小姐不好了，着火了！逃生通道莫名被锁，一成为了救我，死在那场大火。5年前，就是你在大火前锁上了逃生通道的大门。说，你为什么要杀我和一成？我没想要害你们，那只是一场意外。我说了，我没有。你没想杀我，那就是有人指使了。会是谁呢？我爷爷，还是我二叔林苍月，或者是我三叔林启月？是他？不是他，是我自己，是我自己。我差点忘了，当年要不是我三叔帮你，你们陈家早就破产。是我，陆晨。这只是利息。小心！小心！陆晨，朝西走。走。追！陆晨，你干什么？大小姐，他们人太多，硬碰硬的话，我怕你会受伤。我们假扮成情侣，先躲过去再说。奇怪，人呢？别紧张。七七，别紧张。一成，哎，问你话呢，把头转过来。别动！他们是地下皇帝 Cloud 的人，我不记得和对方有过交集。他们为什么要帮我们？糟糕！如果暴露了老大的身份，那我就死定了。走。大小姐有所不知，这里是克劳德的地盘，他们应该是黑吃黑而已，不是在帮我们。这边太危险了，我们走吧。
别紧张，西西，别紧张。大小姐，风雪寒冷，喝杯热水暖暖身子。你明知道教堂是地下皇帝的地盘，为什么还要把陈震绑到那里？你跟 Cloud 到底是什么关系？陆晨，你到底是谁？是这样的，大小姐，我只不过是跟 Cloud 手底下的小弟有些交情，本来只想借用一下教堂这个地方，但我真的没有想到，陈震背后的人竟然敢在那个地方动手。大小姐，您是知道的，如果没有您的话，我现在一定还是个在街头混的小混混。我需要一头足够凶猛又勇敢的狗做我的帮手，5000万，跟我走。如您所愿，主人。既然是你三叔指使陈震去锁的门，那我想5年前婚礼上那场大火一定跟他脱不了干系。林小姐，接下来你想好怎么做了吗？还记得南城许家吗？当然，他们现在当家人许文昌，曾经是三叔的左膀右臂，他唯一的女儿许娇娇，现在是林氏集团海外电商事业部的总经理。三叔性子警惕，不好对付，不如就从这位娇蛮跋扈的许小姐入手。三叔，如果凶手真的是你，我一定会让你血债血偿。小林总，恭喜您成功拿下林氏集团的海外业务。启月总特地给我交代过，让我务必。到底是三叔的得力干将，以后还要麻烦许小姐多多帮我们才是。那是自然。进来。大小姐，这是这个季度销售最好的雪茄品牌。这款雪茄是我特地从古巴采购回来的，自然是最好的。这位英俊的小帅哥，能帮我点个烟吗？小林总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有什么事儿随时喊我。那个许小姐好像对你有意思。大小姐，我对你绝无二心。那如果我让你去勾引她？只要你吩咐，任何事情我都愿意去做。
应就算了，我可舍不得。这位许小姐空有外壳，头脑空空，非常适合变成刺向三叔的一把刀。周六晚上的答谢酒会，记得给她发份邀请函，务必让她闪光才行。我们给这位许小姐演一出好戏。干杯！娇娇，你喝多了。下人，我没事儿。最近忙着伺候那位林家的大小姐，真是有够烦的。不就是拿下了滨郊那块地，林老爷子竟然把海外业务交给他来打理。海外业务可是未来林氏集团的重头项目，难道林老爷子想让他继承林家？就凭他一个死了爹妈的大小姐，也配继承林氏？他上面还有2个叔叔呢，我叫他声小林总，那是给他面子。Cheers！ 你瞎呀？不好意思啊，许小姐。原来是你，怎么没跟着你家大小姐？今天本来不需要出来工作的，但她非要我跟过来，还真把我当狗了。让您见笑了。看来这忠犬跟林武也不是一条心啊。陆先生，林家给你多少钱，我给你2倍，不，3倍，怎么样？许小姐这是干什么？她是我的人。大小姐，让你去拿个东西，怎么这么久？小林总来的正好，你们家这个保镖我看上了，多少钱随便看。我林武最不缺的就是钱。林小姐身边那么多男人，还差她这一个。许小姐这是什么意思？娇娇，别说了，娇娇她喝多了，她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。只要她肯当众下跪道歉，我可以考虑原谅。我？你做梦！你敢做，还不敢让人说了？当年顾逸成白白替你送了命，你呢？在外面坐公交车，在家里养小白脸。只有顾逸成这个傻子才会替你白白送了命。林武，你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你不知道吗？教你做人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敢在我林家耀武扬威？你又算什么东西？一个死了男人的破鞋，还想做林家的继承人？顾逸成啊，真是瞎了眼了。娇娇，娇娇，快打我！你再敢说逸成，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疼！你疯了！许伯伯是个聪明人，怎么生了你这个蠢东西？从明天开始，别让我在林氏集团见到你。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！放开！林武，你一定不得好死！放开！娇娇，毕竟他现在是林老爷子身边的红人，你就再忍一忍吧。忍？凭什么让我忍？他今天当着整个金海市上流社会的面让我丢脸，还让我爸剥夺我的继承权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可是他除了在我哥忌日的时候会一个人去祭奠，其他时候那个叫陆晨的保镖会一直跟着他的，你根本就近不了他的身。你哥忌日是什么时候？后天。娇娇，你先别意气用事，有什么事我们从长计议。
瞧你这副没出息的样子，到底呢，你只是顾家的养女。你要是怕，我自己来。娇娇，哼，是个蠢货。我总觉得林雾今天的反应有些过激了。女人嘛，情绪化也很正常。看来她对你哥的确是痴心未死。以许娇娇的脑子，恐怕她也未必进得了林雾的身。我可以帮她把外围打点一下，剩下的就看她自己的本事了。毕竟是你们林家人，你就真的不怕许娇娇会要了她的命？要了就要了，当年的事情对她的教训还不够。我看呐，她是要骑到我的头上了。一成，我来看你了。5年了，我终于查到了害死你的人的线索。不管是不是他，也不管是不是只有他，一成，我一定会为你讨回公道。小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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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救我！七七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小姐！你先按计划行事，通知所有人，暗中保护好他的安全。如果他有什么闪失，我要你陪葬。是，老大。这是汽油。冰哥，准确来说是足以把你烧成骨灰的汽油。喜欢吗？这就是你得罪本小姐的下场。谁让你绑架我？是你爸，还是我三叔？你看不起谁呢？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别在这胡乱攀咬。我记得我与许小姐并没有那么熟。那又怎样？不然你怎么知道今天我一个人去了墓地？又是怎么越过我们林家重重安保，进入墓园？如果在林家没有同伙，谁信？林雾，你搞清楚，现在是你被我绑了，该跪下来求饶的人是你。你笑什么？我笑许小姐太天真了。你凭什么认为，就凭你，也能绑架我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大小姐，林雾，你故意的。糟糕，被你发现了。再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奕成他从来不会叫我小雾。林雾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副高高在上、运筹帷幄的表情。许娇娇，你敢！这是你们逼我的。你不是很爱你那个死去的白月光吗？那我就送你去见他。住手！
住手！西西，西西，西西，一成，一成，西西，我爱你，大小姐，一成，大小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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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怎么了？陆晨，你怎么知道我叫西西？陆晨，你怎么知道我叫西西？我，小七，陆晨，你受伤了。我没事儿，我们走。走。是你安排的人吗？不是，是许文昌。看来这来的都是三叔的人。小心！陆晨，你受伤了。谁？我们走山路下去。好。徐总，小姐受了重伤，已经送去最近的医院了。灵物呢？我们在里面彻底搜了一遍，都没有找到她的痕迹。通知所有人，开始搜山，不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我们已经走了3个小时，应该走一半了。我看你脸色不太好，马上要下雨了，我们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吧。不行，许文昌看你不在，肯定会派人搜山，我们得赶在他们找到之前下山。可是我担心你的身体状况。陆晨，糟了，伤口感染发烧了。好冷啊！什么？好冷啊！这湿衣服贴在身上，恐怕会更冷。身材还挺好。好冷，好冷。怎么还更烫了？这次就当我还给你的。这种感觉为什么如此熟悉？陆晨，陆晨，一成，你这里什么时候受伤了？没受伤，这是胎记，
难道他是？大小姐，怎么了？陆晨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在说什么？快把衣服穿上，小心着凉了。西西这个名字是奕晨给我取的昵称，从来没有人知道。你不过才来林家2年，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名字？你不过才来林家2年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名字的？我是偶然听到的。什么？有一次，你睡着了，放着你们之前的录像，我偶然听到的。那天晚上我喝多了，确实是一直放着之前和奕晨拍的录像睡着的。那你腰上的伤呢？什么时候受的？那是我在拳馆打拳不小心烧到的，养了3个月才好。怎么了？这块疤有问题吗？仔细看的话，他这块疤位置虽然和奕晨的胎记位置相近，但明显更大，上面还有凸起的疤痕，的确跟平整的胎记不太一样。可若这一切都是巧合，也未免有些太巧了。陆晨，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？谁？谁？老大。大小姐，我们总算找到你们了。你是谁？啊，是陈飞，是我在黑风雇佣的顶级安保团队。怎么不用林家的人？我怕调动内部人员会引起三叔的注意。还是你考虑周全？总觉得你有点眼熟。啊，对了，许文昌的人处理的怎么样了？他们往下搜山的时候，正好撞见了我们的人，都被我们全数收拾了。许文昌呢？也一并捆了，就在山下的车里呢。很好，送上门的人证物证不要白给。陆晨，跟我回家。爷爷，是小吴不小心。小吴可是你的亲侄女，你怎能如此心狠手辣？对跟你血脉相连的亲人，你都下得去手？爸，真的不是我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！你还敢嘴硬？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流泪是吧？来，把人证给我带上来！老太爷，老太爷饶命啊！老太爷，我问你，是谁让你跟女儿绑架纵火？又是谁满山的追杀我林家的孙女？说！你给我照实说。是秦岳总，你他妈胡说什么？是您说的，千万不能让大小姐发现你在海外业务中做的手脚，要是让她知道你贪污了过亿的公款，就全完了，所以才让我安排人除掉大小姐的。够了，是你亲口给我安排的呀！你他妈给我闭嘴！林启月，你可真是我教出来的好儿子，贪赃枉法、杀人越货，你还有什么事儿是干不出来的？啊，我贪污公款，那是为了让公司有更好的发展，但至于杀人，那是真的没有啊！这都是林武，他自导自演的，他为了夺权，他故意诬陷我呀，爸！三叔，你在说什么？许叔叔可是跟了您10几年的人，我一个小辈怎么可能指挥得了他？
谁知道你许诺他什么了？事到如今，还不知悔改，还在反咬你侄女，真是冥顽不灵。从今天起，你就卸任林氏集团国内的所有职务。正好，南非有个新公司还缺人手，今晚你就买票飞过去。爸，你不能这么对我呀！听着，不把公司的业务做到南非行业第一，你就别回来了。爸，爸！三叔，你当年害死奕成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？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。陆晨，到我房间里来。大小姐，还是我来吧。闭嘴！好了，对了，最近发生这么多事儿，大小姐你怎么看？我总觉得三叔这件事情不对。太过顺利了。一开始，我只是想设计让许娇娇犯错，好一举拿下许家，砍了三叔的左膀右臂。但没想到，许文昌竟然亲自来。的确是有些奇怪，即便许娇娇是受许文昌指使，但如果许文昌能应下所有的事情，那便可以把三叔摘干净。他不仅没有，甚至还要将三叔犯过的错误全部抖落干净。许文昌可是跟着三叔一路打拼过来的老臣，什么样的事情会让他这么容易背叛自己的救主？或许是他们之间因为什么事情发生了嫌隙。什么样的嫌隙会让他主动毁掉自己的靠山？什么样的利益会让你背叛我？大小姐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我是绝对不会背叛你的。如果你敢背叛我，那我就杀了我自己。这人为什么会为我做到这个程度？好不容易活下来，留着给我卖命吧。三叔是今天晚上几点的飞机8点钟，还有2个小时。走，送他一程。你来干什么？看我笑话的吗？我来送送三叔。装什么装？别以为给我逼到了南非，林家的继承权就能到你手里。我看你能得意到什么时候？这是三叔你最喜欢吃的点心，南非鹿园，带着吃吧。你在讽刺我？三叔难道忘记了吗？这是你告诉我的。如果有一天你要出差去很远的地方，我就要送一盒你最喜欢吃的点心，当做告别礼。我什么时候？还记得小时候，爸妈总是出差，还是三叔你一有空就来陪我玩。谁又惹我们家大小姐不开心了？告诉三叔，三叔替你教训他。我想爸爸妈妈了，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？他们马上就回来了。骗人！三叔上次也是这么说的。三叔怎么会骗人呢？三叔有个办法，可以让你爸爸妈妈早点回来。什么办法？等爸爸妈妈再出远门的时候啊，你就送他们最喜欢吃的东西，等他们吃完了，自然就会赶回来了。真的吗？
那当然了，只要他们吃完，马上就会想起你。那如果三叔以后也出远门了，我也要送三叔你最爱吃的东西。好呀，三叔最喜欢吃三庆斋的点心了。那我以后就送三叔一盒大大的三庆斋点心。好啊。可自从爸妈出车祸去世之后，所有的事情都变了。三叔，我们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心平气和的坐下来聊过天了。像我们这种家庭，亲情是最不可信的。所以，三叔就想让许文昌来杀了我。你在胡说什么？难道不是你联合许文昌故意给我下套，是为了要夺得我的继承权吗？三叔，你当真没有给许文昌下过灭口的命令啊？我答应大哥大嫂要照顾你的，我怎么可能要害你？那当年那场大火呢？什么？当年那场大火，如果不是你让陈震去封锁了那条逃生通道，我和一成怎么会被困在火海里？一成又怎么会因为救我而亡？怎么回事？这个门不是一直都开着吗？怎么会被锁上？快走！一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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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确让陈震去锁了门，但真正让我锁门的，难道不是你吗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那条走廊是连接宴会厅和婚房的唯一通道，我怎么可能会临时上锁？您确定是大小姐亲手把钥匙交到您手上的吗？那倒不是，当时有人叫我去婚房，是新娘子说要找我有事。好。奇怪，刚让我过来，人又去哪儿了？本次婚礼特设神秘环节，为给新郎惊喜，需锁走廊大门。所以那个纸条上写的是大小姐让您去锁门。当时说婚礼有一个神秘环节，说是为了给新郎一个惊喜，必须要把门给锁上。可如果是这么小的事情，我何必拜托三叔呢？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，当时正好我又接了一个工作的电话，所以我就让陈震去锁了门。那个字条真的不是你留的。我从来就没有安排过什么神秘环节，更没有留过什么纸条。恐怕叫您去婚房的才是那个留下字条的人。三叔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人是谁？不可能，怎么会是他呢？他是谁？我的二哥，林苍月。看来我这三弟是彻底输了。这件事情你干得很漂亮。不敢当，这件事能成，全靠苍月总您运筹帷幄。既然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，海外业务的烂账就此一笔勾销。徐总也是时候该升升职了。多谢苍月总，我许家今后定位您马首是瞻。给我盯紧林雾，他可没有老三那样好糊弄，有什么动作随时报给我。是。结合种种线索来看，三叔没有说谎。当年火灾的始作俑者是二叔，而今能够收买许文昌，试图置我于死地的，恐怕也是二叔。
打拼20多年的老陈能说倒戈就倒戈，我和陆晨短短2年的相处，真的能让他对我忠心不二吗？如果你敢背叛我，那我就杀了我自己。西西，如果陆晨是他，就一切都说得通了。大小姐，你在想什么？陆晨，你到底是不是？你到底是不是？不好意思啊，大小姐，您刚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好好开车。是。我刚刚在想什么？即便我问了，他也未必会说实话。我还不如直接找那个人。帮我做一份 DNA 检测，不要让别人知道。好的，林小姐。生物样本明天给你。大小姐，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等等，今天晚上你睡那里。是。最近发生的事情有点多，我总觉得一个人不太安全。大小姐，您放心，无论发生任何事，我都会保护好您。一成，一成，一成，求求你，你别走。一成，我好想你。西西，别哭了。求求你，你不要走。我不走，我在这里。No force for the world to see. Train my whole life just to be. 一成，你受伤了。大小姐，是我，陆晨。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？
搞定。我要是强行起来，恐怕他立马会发现我在做什么。不如等他睡得再沉一点再说。这么看的话，他的面部轮廓其实和奕成还是有些相似的，但是眉眼却完全不同。如果他不是奕成，那我之前对他的那些心动，不是心动，那只不过是极端环境下受费洛蒙的影响而已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西西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糟了，睡过头了。林小姐，您送过来的2份生物样本 DNA 不一致，并不属于同一个人。我真是昏了头了，陆晨怎么可能就是顾奕成？进来。大小姐，例会要开始了。好。老大，大小姐送去的检测报告已经拿到了，她果然怀疑您就是顾奕成。老大，您真的不打算把真实身份告诉林小姐吗？还不是时候，真凶还没有绳之以法，如果让他们知道我还活着，他们一定还会找西西的麻烦。假报告准备好了吗？您放心，都已经画好了。西西，总有一天我会以顾奕成的身份重新站在你的身边。你说什么？林雾最近特意派人去做了 DNA 检测，这是我安排的保洁，打扫办公室时发现的检测报告，您看一下。不过检测的人姓名被隐藏，也不知道是哪2个人的 DNA。我说他怎么前几天突然回了一趟顾奕成给他买的别墅，这检测其中的一个恐怕就是顾奕成的。我听说当年那场火灾之后，林大小姐但凡看到任何一个和她未婚夫相似的人，都会拽去做检测。难道这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简直就像一个疯子一样丢我们林家的脸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他到现在也还放不下顾家的那个小子。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罢了。这对我们倒是一个机会。您的意思是，既然他想要一个顾奕成，不如我们就如他所愿。您的意思是，来一个狸猫换太子？没错，就说火灾重伤失忆了，流落在外多年，终于回来了，
可是顾家是京海顶级豪门，虽然顾氏夫妻痛失独子而伤心过度去了海外，但是顾家那养女不好糊弄吧？你是怕这个冒牌货上门，顾家不会善罢甘休。是。这个你就不用管了，顾家那边我来打点，你只需把人找回来就行。是。这许文昌可真是个人才，我三叔走不过3个月，他就靠着我二叔飞黄腾达起来。要不要我派人跟着他？不用，他不过是一条狗而已，难对付的是我二叔这个笑面虎。不过说来也是奇怪，我以为我二叔下一步就会来对付我，几个月过去了，竟然毫无动静。明天是大小姐的生日宴，他会不会在你的生日宴上动什么手脚？有可能，最近老爷子的身体不太好，林家继承人的位子应该也要定下来了。我倒是很期待看看他能闹出什么动静。这次我绝对不会让他伤害大小姐。西西，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林武，你在胡思乱想什么？他不是他，你怎么能对着另外一个男人动心？别喝了，别喝了。你已经醉了。陆晨，你管得有些太宽了。明天是你的生日宴，如果你喝醉了，还轮不到你来说教。3杯就倒，这么多年还是这样。一成，陆晨，你走开！你怎么了？一成，一成，西西，生日快乐！小雾，二叔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只可惜啊，物流延误了，还在路上，恐怕只能明天给你了。没事儿，二叔的好意我心领了。小吴，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二叔。我听说启月特意在非洲给你送了很多的礼物，看样子他是诚心改过，你也就不要再记恨他。二叔，这是哪里话？我这个人向来恩怨分明，对我好的我一定会记在心上，对我不好的我也会睚眦必报。好，二叔以后会好好的对你。我也会好好对待二叔，毕竟咱们是一家人嘛。请。大小姐，门外有位姓顾的先生给您带来一份礼物，让我务必交到您的手上。姓顾？
见过的先生现在在哪？我在这里。这是谁呀？这太令人不下了，这是谁来呀？一成，一成，大小姐，一成，一成，是我。大小姐，他是骗子！陆晨，放开他！大小姐，我说了，放开他！西西，我知道会有人不信，跟我走。西西，这块胎记你还记得吗？记得。大小姐，人身上的任何痕迹都可以被造假。你一个下人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话？出去！陆晨说的没错，身上的胎记可以造假，但是 DNA 不行。西西，难道连你也不相信我？大小姐，顾家的夏冉小姐来了，说是必须现在见您。她来干什么？说是来接她哥哥回家的。我哥呢？他说他现在不想见你，也不想回去。我就知道。你是怎么找到他的？我是在彩南做玉石生意的时候，意外遇到的一成哥哥。他当时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。好，站住！站住！那个是……等等，干什么？哥，如果当时我再晚一步，恐怕我哥就已经被卖去境外了。可是当年那场火灾，他是怎么逃出来的？不知道，我问了他，但他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既然他什么都不记得，又怎么会找到这里来？虽然我也很不愿意承认，但他唯一记得的一个人，就是你。那他回来之后，你有带过他去做过身体检查吗？当然了，我发现他的时候，全身都是烧伤，头部曾遭到重击，所以才导致的失忆。你是什么时候带他回金海的？1个月前。1个月，所以已经做过 DNA 检测了。当然，林小姐未免有些太小看我了。我们顾家是不允许身份不明的人进入的。可即便是 DNA 检测，也并非做不了手脚。陆先生说的没错，无论是刀疤还是 DNA 检测，的确都能做手脚。但是林小姐信不信这些又何妨呢？
奕成哥哥到底是我们顾家的人，我今天必须带他走。我不回去。我这辈子都要和西西在一起。哥，西西，你愿意嫁给我？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说什么？陆晨，放开他！陆晨，我们单独谈谈。好。我听下人说你失忆了。是。我一直以为你不过是我梦里幻想出来的人。梦里？我一直做着同样一个梦，在烈火蔓延的别墅里，我怎么逃都逃不出去。每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，我就会看到穿着婚纱的你，在呼唤我，让我不要放弃。西西，我好想你。我也是。你是不是喜欢他？你是不是喜欢他？什么？我说，你是不是喜欢你们家大小姐？你这个眼神，我再熟悉不过了。我曾经也这样喜欢过一个人，只可惜他不喜欢我，所以只能眼睁睁的看着。顾奕成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林小姐成为你的合法妻子？我愿意。不过仔细看看，你跟我哥还真有些地方挺相似的，尤其是身量和背影，难怪当初林雾会选上你。夏小姐，多虑了，我从来都不是谁的替代品。还真是个可怜人啊。你找的人不错。我刚看到他的时候，还真以为顾家那小子回来了。哎，多亏您能想到和顾家搭上线的办法。可是怎么了？也不知道这位夏小姐是真没发现，还是假装没发现。不管他有没有发现，只要今天顾奕成能来，一切就按计划进行。是。这顾家的秘密可远比你想象的要多呀。1个月，他来金海1个月了，为什么没有发现？怎么回事？最好给我合理解释。老大，当初那个冒牌货是混在顾家保镖里回的金海，再加上进入顾家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，所以我们一直没发现他的存在。在我面前玩一个瞒天过海，胆子够大！继续给我查，无论你们用什么方法，也要把这个人的老底给我挖出来，否则你们跟他一起消失！快去！是。大小姐，我去开车。嗯。西西，我来送你。从来都是我来送大小姐，就不劳顾先生费心了。送西西上班谈不上费心。大小姐有规矩，从来不做外人。我是西西的未婚夫，从来就不是什么外人。西西，我最近也在接手顾氏的新项目，正好在送你的路上来了。顾先生如果想要工作，可以先跟我预约，然后去公司。这儿还轮不到你来做主。西西，我们走。大小姐，还是上班的路上顺便聊聊吧。
正好我们和顾氏的合作也很久没继续了，如果可以继续，爷爷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大小姐，你就不用跟过来了。大小姐，去趟 STP 商场，把我上周预定的那套高定珠宝，然后亲自给王氏集团董事长夫人送过去。我可以派人去取，还是你亲自去办？这套珠宝价值上千万，除了你，别人我都不放心。可我要送你去公司，去上个班而已，一程送就行，难道还会出什么意外？可是记得今天上午10点前必须送到。自从5年前你出事后，顾家和我们家的生意就渐渐断开了。现在想要续上，是你提出来的吗？是。我听说现在顾氏集团主要是下人在打理，他也同意了。他只是我们顾家的一个养女，我做什么事情还需要他来同意吗？也是。西西，等我们成婚了，顾家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。成婚？西西，我们本来就是有婚约的，当初就差一个仪式了，难道你变心了？当然没有。我就知道，你还是爱我的。可是，西西，做我了。怎么？有人跟着我。西西，相信我。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有人花钱要买林小姐的命，有我在，你们别想动thủ。那可由不得你了。追啊！还挺能打。不好意思，练。西西，那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打过我的枪。一筹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快走。他真走啊？怎么不按剧本来啊？林小姐，跟我们走一趟吧，除非你价给的够高，我们才能放你一条生路啊！好啊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什么？大小姐，我来晚了，你没事吧？为什么最近每次靠近他的时候，我都会心跳得这么厉害？我没事。西西，不行，不然我就杀了他。好啊，我正好可以帮帮你。陆晨，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他可是顾家大少爷，你敢动他，你不要命了！你还是操心你自己吧。西西，老大，人已经都抓到了。问出什么了吗？还没有，他们现在一口咬定今天的绑架是自己见钱眼开、自导自演的。既然不想说实话，就让他们尝尝地下世界的手段。我倒是想看看，是他们的骨头硬，还是我们的拳头硬。是。还好没伤到骨头，要是你真的会有什么意外，我该怎么向顾家交代？保护你，我心甘情愿。
一成，这个是我们家阿姨做的宫保鸡丁，可正宗了。西西，我对花生过敏，难道你忘记了？抱歉，我着急忘记了。看来他还记得自己对花生过敏的事情。他刚刚是在试探。这些你就先别吃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已经吃饱。那你先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好。我会一直盯着你。我要见你。那两个男人还没找到吗？你就不怕他们把我们供出来吗？他们人都是许文昌找的，钱也是许文昌给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想把他推出去？那是他自己办事不干净，自然就得自己承担后果。你就不怕他把你也给卖了吗？他不敢，他全家的命可都在我的手里攥着呢。你倒是演得挺投入啊，林雾，他信你了吗？应该是信了，但是他那个保镖一直在防备我，能不能把他给除掉？林雾对他那条狗还是很信任的，现在除掉他，害过显眼了。可他如果一直盯着我，恐怕迟早有一天会发现我有问题。看样子，你和林雾的婚礼必须尽快推进了。可我一直在试探林雾，他还在犹豫啊。这事儿我自有安排，你只要通过那场婚礼，在全金海的社会名流上亮个相，你就是顾一成。大小姐，你听我说。够了！我不想再听你说他是什么冒牌货的陈词滥调。可是他今天为了救我，甚至连命都差点没了，你还在怀疑他？那很有可能是他设计的。你有证据吗？如果他不是一成，那谁是？大小姐不好了，老太爷刚刚晕过去了。什么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爷爷前几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放心，医生检查过了，老爷子已经没事了。老爷子晚上吃药的时候不小心吃了过期药，就忽然晕过去了。过期药怎么会放在药柜里？我明明已经收拾过了，可是……犯错了还在这找借口，要你干什么吃的？出去！小雾，爷爷，我在。我听说顾家的那小子回来了，是真的吗？是，前几天呢，我还见到他了。小雾啊，爷爷老了，一直有一桩心事。爷爷，您说。当年呐，要不是那场意外的大火，我估计你和顾家那小子早已和和美美的过日子了。爷爷，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。爷爷知道，这些年你一直拼命的工作，从不多看别的男人一眼，你心里一直是记挂着他的。现在他既然回来了，你们又两情相悦，我看不如趁着老头子还有一口气，就把婚礼给办了吧。爷爷，他刚回来，今天又不小心受了伤，婚礼的事情往后再说吧。小吴啊，你就别害羞了，多体谅体谅爸的一片苦心呐。小吴啊，我老了，不知道还能陪你多久。
要是有了顾家给你撑腰，就算爷爷哪天闭眼走了，我也能安心了。爷爷，您别胡说，您一定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那当然好。爸，下个月初一啊，正好是个黄道吉日，您看，要不就选那天怎么样？这太赶了吧！下月初一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，我怕来不及筹备婚礼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婚礼的筹备啊，就交给我。大哥大嫂不在了，理应我这个做长辈的来替你操办。哎呀，真是难得，你这个做二叔的还如此上心。小吴，你说呢？爷爷，我听您的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你真的要嫁给他？当然了，迟早的事情。我不同意！我不同意！我做什么事情，什么时候需要经过你的同意了？他根本不是顾一场。要绑架你那2个人，我已经审问过了，他们的幕后指使就是许文昌。而且更巧的是，就在夏冉遇到那个冒牌货的时候，许文昌也出现在了彩南市的御史街上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这一切都是我二叔设计的？我找人调查了他所有的行踪，凡是跟他有交集的人，不是死就是失踪，一定是有人刻意为之。你是怎么查到这些东西的？我二叔这个人做事一向缜密，就连在金海我也难以查到他的纰漏，何况是在彩南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还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。那天在山洞里救了我们的陈飞，我找人调查过他的身份。糟了！没想到他真正的身份是金海最大地下组织黑风的2号人物。陆晨，你告诉我，这么一号人物为什么会对你毕恭毕敬？我到底是该叫你陆晨，还是应该叫你地下皇帝克劳？大小姐，其实堂堂金海地下的第1话事人，竟然心甘情愿在我身边当了保镖3年。陆晨，你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大小姐，我从没想从你身边得到任何的东西。为什么？或者说，我又凭什么获得您的青睐？我想过很多的可能性，或许你是想要我们林家的财富，可是据我所知，你掌握金海整个黑市的地下交易，要想拿下我们林家，简直轻而易举，根本不需要如此的卧薪尝胆。大小姐，在你身边，从来就不是卧薪尝胆。这么说，你是冲着我来的？你喜欢我？是。所以，你不想让我嫁给顾一成？他就是骗子，他是骗你的。难道你就没有骗过我吗？难道你就没有骗过我吗？你走吧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用跟着我。你被解雇了。什么？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我身边总不能跟着一个对我心思不明的黑风首领吧？
我不允许你嫁给除了我以外的任何男人。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说这句话？我以你未婚夫的身份。西西，我就是顾一成。黑市是我家的暗面生意，这个事情只有我跟我父亲知道，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。而且那场火灾，就是陈飞救的我。当时因为烧伤严重，我花了大概2年的时间进行面容修正和身体康复，所以才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这些年，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？因为当年的真凶没有找到，我怕我贸然出现，他们还会去害你。所以，你一直都在我身边保护我。你知不知道，我无数次从火灾的噩梦当中醒来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难过，我有多想你？我知道。顾一真，你个混蛋，你混蛋，我恨你！西西，我爱你。所以，那个 DNA 检测报告是你换的。所以，那个 DNA 检测报告是你换的。是的。所以你早就知道他是冒牌货。没错，一开始我只是怀疑，等到他住院的时候，我才真的确定。你怎么确定的？因为他没有过敏。可是他那天没有吃那个宫保鸡丁。他的确没有吃，但他喝了2碗鸽子汤，那个汤底是我让阿姨特地用花生油做的。怎么了？感觉你瘦了，再多吃点补补。好。所以你早就知道他是冒牌货，还要刻意跟他结婚，你就是想逼我现身，对吗？没错，不然谁知道你要躲到什么时候？那这样，下周呢，我们的宴会，所有的金海名流都会过来，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一石二鸟。正有此意。我要当着所有人的面揭下我那好二叔的假面。你怎么来了？准备好了？好像。今天可是我结婚的日子，你就这么样闯进新娘房间，不怕别人进卧室抓奸吗？如果被人发现的话，我就直接抢亲。西西，你在里面吗？等等，西西，你怎么了？都说婚礼前，新郎是不能见新娘的。这看来不应该进来的人是我。西西，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我在里面等你。好，好戏要开场了，准备好了吗？随时录音响了。
顾逸成先生，你愿意娶林雾小姐为妻吗？我愿意。林雾小姐，你是否愿意接受顾逸成先生作为你的丈夫？我不愿意。有趣。西西，你是不是说错了？我没说错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是顾逸成。对呀。西西，你是不是说错了？我不是顾逸成，还能是谁？那你要不要问问他？阿童，真的是你？阿童，你怎么能娶别的女人？你说过这辈子你只爱我的。我不认识你，我更不是什么阿童，我是顾逸成，我是顾逸成。就算你不认识我，难道你连我们的孩子都不认识了吗？孩子，这是哪里来的泼妇，在这里胡说什么东西？赶紧给我把他拉下去！二叔，我这个苦主还没说话，您急着赶他干什么？小雾啊，这场婚礼啊，事关我们顾林两家在金海啊上流圈的脸面，先把人带回去，事情啊慢慢查就好啊。二叔，正是因为这件事情事关我们林顾两家的名声，所以我才都要查查清楚，正好也可以让大家见证一下，以免日后有什么谣言四起的，我们也可以自证清白。你说他是阿童，有没有什么证据？有，我都给这个人了。我和阿童是青梅竹马，一起在彩南的一个小县城里打工，虽然贫穷，但过得也算安稳。本来我们打算今年就结婚的，后来发生了什么？大概3、4个月前，阿童告诉我说，他马上要发财了。有一个青海的大人物说，他长得跟一个死了很多年的大少爷特别像，只要他成了大少爷，我们就再也不愁没有钱。可是我后来就再也见不到他了。可光靠这些照片并不能证明他就是阿童，还有别的证明吗？啊，陆先生还做了什么 DNA 检测？这个 DNA 报告可以证明台上这个男人跟顾家人毫无血缘关系。看样子顾家也被这个了不起的大人物给骗了。我倒是要看看什么大人物连顾家都敢骗。你知道这位大人物是谁吗？是我。许叔，许家在金海也算得上是有名有姓的大家族，但要说布这么大一个局，恐怕……你也太瞧不起我了。我毕竟在金海也待了这么多年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们林家待你不薄。待我不薄？我在你们眼里就是一条狗，这就是我对你们的报复。你口中说的那位金海的大人物是他吗？你有什么话，尽管说，有我们林家给你撑腰，谁也不敢把你怎么样。没错，就是他。那既然是这样，大小姐，我还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，跟他们说的并不相同。哦，什么东西啊？一段密谋杀人的视频。像
确实很像。伤疤和胎记都处理了吧？您看完马上就处理。嘿嘿，我听说你有个女朋友。是，她叫阿飞。等这件事情结束了，我们就准备结婚了。结婚？啊！你想要去海城，就得先去做一件事儿。什么事情？杀了他。杀人？不行，我不能杀人，我更不能杀阿飞。你以为你扮演的是什么小角色吗？那可是海城最大的豪门，顾家的独子，我一成，身价100亿。到时候你想要什么女人，要不到啊？还是说你想继续在这种脏乱差的窝棚里，有上顿没下顿的过一辈子呀？一例就行，简单快速。事情办妥后再找文昌，办不到就穷一辈子吧。要学会听话。当时我已经怀孕了，所以阿童没有对我下手。他把我送出国，承诺一定会回来的。可是，在那之后，我就再也联系不到他了。是你，一定是你控制了他。小雾啊，二叔到底是哪里得罪你，让你编这么大的一个故事来栽赃陷害我？人证物证俱在，二叔居然说是栽赃陷害。这个视频不过是 AI 合成的，算什么物证啊？至于人证，他确实是个好演员。等我把他带到局子里面去，他还能不能继续的演下去？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怎么？你怎么不去帮他？他说的都是实话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他根本就不会送他去警局，他会没命的。现在能救他的只有你。我？这一切都是林苍月一手设计，能证明真相的人只有你。我们可以等，但是阿飞和他肚子里的孩子可不能等。放开我！你骗子！你别想动他！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当然知道，你为了爬上林家继承人的位置，逼我去当顾家独子，为的就是抢走林家大小姐所有股份，把她从林家赶出去。苍月，他说的都是真的，说话。是，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，我就是要拿走林家的继承权，我有什么错？小雾，可是你的亲侄女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她？爸，她是我的亲侄女，我还是你的亲儿子呢。这么多年，我为了林家勤勤恳恳，但你呢，心里面的第一位，永远都是我那个死了那么多年的大哥。现在，连这个小贱人都要爬到我的头顶上去了。哼，一个女人还要当我林家的继承人，做梦！二叔，这么多年我扪心自问，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。至于继承权，我们各凭本事，有什么问题？大哥死了，林家的继承权就应该是我的。林家的继承权绝不可能落在一个女流之辈手里。二叔，21世纪都过去25年了，你这个女不如男的封建思想，怎么还没被解放掉？真是可笑。女人能算林家的人吗？早晚都得嫁出去。林家的继承人只能是我。林苍月，我看你是昏了头了。这继承权给谁，那是我老头子说了算。那可不一定。
那可不一定。今天仪式结束前，谁也不许离开这里。小吴，今天的婚，你想结也得结，不想结也得结。二叔这是在逼婚吗？没错，我已经准备好了所有的事情。等结婚仪式一结束，你的股权就会从这个冒牌货转到我的名下。意思，你是想造反吗？老子还没死呢。老爷子，别急呀，等婚礼结束了，我成为林家第一大画事人，我一定送你到非洲去，颐养天年。爷爷，还愣着在干什么？赶快回到舞台上，去当你的新郎。不去，希不希望砍死你？二叔，想抢婚的话，是不是该问问我这个未婚夫答不答应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说是我林家的未婚夫？我就是5年前险些死在火场里的顾家独子顾一成。我就是5年前险些死在火场里的顾家独子顾一成。那人不是林大小姐的保镖吗？顾一成可是金海最大豪门顾家的独子，身价上千亿，怎么可能会屈尊去给林家当保镖？我看他是眼红有人冒名顶替，怕不是自己也想翻身做上流人吧？你是说顾家的独子在我林家当了3年的保镖？你骗谁呢？各位请看，这2块玉佩是西西父母生前留给我们的订婚信物，它是取自我们顾家祖传的一块顶级帝王绿。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双方的父母知道，其他人并不知晓。没错，我记得当年这枚玉佩的纹样还亲自送给我，挑选过。而我在5年前不小心将它们遗失在那场火灾之中，被有心之士拿了去。这个故事倒是编得挺好听啊，恐怕是林雾教你这么说的吧？那不然就说说你的事情吧。就凭你知道什么？在5年前火灾的前1周，你因为公司的亏损状况，私下向我父母借贷1个亿，这事儿您没忘吧？胡编乱造！我什么时候向顾家借过钱？有证据吗？而我的父母碍于2家的情面，还有您的苦苦哀求，才没有写书面协议。无凭无据，你可真敢编呐！而因为这笔钱的金额巨大，走的是地下最大的组织黑风的账，只要找到他们，一查便知。黑风的账，怕是你有心没命追吧？二叔，你信不信根本不重要，我只想让你知道，今天我的未婚妻不可以嫁给任何人。来人，给我把这个疯子赶紧处理了！还有一个身份忘了告诉你，我是地下组织黑风的话事人克劳。你竟然是地下皇帝克劳！给我拿下！放开我！二叔，我有2个问题要问你。当年那场火灾是不是你放的？是我做的，那又怎么样？为什么？要是有了顾家这个大的靠山，我林家的继承权就会落在你的身上。一个嫁出去的女儿，有什么资格继承我林家的家产？果然是为了继承权。第2个问题，当年和你一起密谋火灾的人，和这次狸猫换太子的人究竟是谁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林苍月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哪有什么同伙？我还是第一次见二叔如此仗义。
可惜你的眼神出卖了。你胡说什么？那个人就是你吧，夏冉小姐。林小姐，无论是当年的失火事件，还是现在的冒牌货事件，受害者都是我们顾家吧？我都没有跟你们林家追究责任，你现在还倒打一耙，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夏小姐，不要再混淆视听了。顾家是有受害者，但那个人是顾逸成，不是你。林小姐，说话要讲证据。我仔细盘算了一下，无论是5年前的那场火灾，还是这次的冒名顶替，光有我二叔是远远不够的。所以呢？准确的说，光有我们林家人是不够的，一定还有顾家人的帮忙。5年前的那场火灾，第一起火点是从婚礼现场到婚房的必经之路，而知道那条路的只有我们林家和顾家人，而在起火前离开现场的人只有你。再说说这次的冒名顶替，如果不是有你的帮忙，阿童怎么会顺利的进入顾家？我只不过是被你二叔的证据链蒙蔽了双眼。夏小姐能够代为管理顾氏集团这么多年，怎么会轻易的被我二叔几句话蒙骗？而更巧的是，逸成查到了你和我二叔有不少暗面金融交易，这2年你们可从顾家捞了不少钱。我二叔刚刚不想供出你，恐怕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吧。小冉，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我哪儿也不去。把他带走。我看谁敢动！谁要是敢动我就让你们跟我一起死在这儿！夏冉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们现在脚下都被铺满了炸弹，如果你们敢动，我就让你们跟我一起死！夏冉，你疯了吗？贱人闭嘴！夏冉，你不能这么说他。我偏不！你就是个不得好死的贱人！你还想把逸成哥哥从我身边抢走？逸成哥哥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都很喜欢你，一直都是。小冉，从小到大，我只把你当妹妹，而西西才是我的未婚妻。可是为什么？当初要不是我爸豁出性命救你爸妈，你们顾家能有今天吗？你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，我的！可5年前的大火，险些要了我的命。我就是想毁了你们的婚礼，最好能让林雾死在那场大火里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你居然为了他，能不要自己的性命。逸成哥哥，你知道我当时有多难过吗？不过还好，你回来了。夏冉，即使他回来了，不管是这辈子还是下辈子，他都不可能是你的。贱人，你闭嘴！逸成哥哥，你跟我走好不好？只要你跟我走，我就放过这些人。我这辈子、下辈子都只会爱西西一个人。好，既然你不肯活着跟我在一起，那我们就一起死。那我们就一起死。好。夏小姐，我早就知道你有后手，所以提前在会场安装了信号屏蔽器。你手中的这个遥控器，现在不过是一个摆设。李雾，你去死吧！妹妹，我可以原谅你所做的一切，回家吧。
顾逸成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娶林雾小姐为妻子？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疾病或健康，顺境或逆境，都爱她、安慰她、尊重她、保护她，直至生命的尽头。我愿意。好。林雾小姐，你是否愿意嫁给顾逸成先生为丈夫？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疾病或健康，顺境或逆境，都爱他、安慰他、尊重他、保护他，直至生命的尽头。我愿意。西西，我爱你。我也爱你。